那么今天下午的第二个品种来自于美股 MDB， 这是咱们的一个社群约稿，想了解一下这只美股后期整体的一个走势形态。那这里我们先看到的，它是一个周线图啊，周线图之前的上市时间是在2017年，截止到目前也就是不到8年的一个时间。在这8年的时间里，从上市之日起，首先是走出了第一轮的推动浪啊上涨，然后从这个2021年的11月中旬就陷入了中长期的一个回撤调整。那从目前的角度来看，此处回撤会再运行一个3波的一个形态。那首先我们就要研究一下第一波调整浪、回撤调整浪它的一个内部结构。1、2、3、4、5，我们可以看到起手这个下跌 A 浪它是走出了一个5波的引导楔形。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此处开始调整，后期整体全部运行完毕，大概率是一个535的锯齿。最近我也发现大家挑的这些品种里面，锯齿形出现的概率是非常的高啊。其实它是在波浪理论的形态学中也是一个比较经典，而且出现概率比较大的一个形态。然后从这个 A 浪的低点向上，它走出了一个3波的一个反弹 BA、BB、BC， 并且它这个反弹的幅度啊也是非常的高。从目前目视来看，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在黄金分割 0.764 啊这个位置是已经刺穿了。那当前这个 B 浪走势3波走势反弹已经结束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当前的这个形态，我们主要是看这个535的锯齿。那既然 B 浪结束之后下跌的形态应该是一个 C 浪走5波，来呼应这个 A 浪的一个5波形态。那我们可见当前往下运行的一个结构里面，首先是一个 C1 反弹走出一个 C2， 那么目前来看 C3 短期运行的是一个 C4 的一个反弹周期。等这个阶段结束，后期向下还会出现一个 C5， 最终会跌破之前的一个疑似双底的2个低点，走出一个新的低点。而且大概率这个 C 浪全部运行完毕啊，除了它走5波这个特征以外，从整体的形态上会出现一个终结楔形的一个雏形。也就是说，这 C 浪里面的1、3、5每一波的下跌都会小于前一波的一个幅度，这也比较符合终结楔形的一个结构特点。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它 C1 和 C3 的一个比例关系。我们可以看到 C3 浪3只完成了 C 浪1啊，大致是75%啊，70到75的这样一个下跌幅度。同时我们这里可以借助一下这个趋势线，趋势线其实也给我们提供到了下方的一个支撑目标，大致的位置后期会跌到84啊，这里我们先预判一下84。那也就是说，从目前的点位往下，其实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，非常大的。就算它走势衰竭，最后的 C5 衰竭，那么整体的走势跌破136这个低点之后，会跌向84附近，那从左侧前期上涨的整体形态来看的话，可能最后的落点是回到之前启动之后的一个小平台区域。这个区间震荡区间的高点是位于89，低点大概是位于64。我们现在只是预估后期这个 C 浪完成的一个终极目标。届时从这个 A、B、C 整体的形态来看，它是完成了535的锯齿，到时候才具备中线博多单的这样一个机会。所以当下目前这个点位其实并不合适啊，并不合适。所以我个人建议，你如果是在这个 C3 的相对低位博取这个 C4 的这个反弹，那么如果现在微赚或者是微亏的情况下的话，建议先离场，因为形态向下的变数太多了，它并不符合一个多头看涨的一个规则，并且现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，向上的明显是不符合一个盈亏比的一个操作机会。以往我们操作都是应该靠近支撑啊，支撑出现了周线或天图的底分型或十字星，这时候才是一个参与的一个时机。可能这里我们只是如果操作了，你只是做上了这一波的一个反弹，而不是反转。反转一定是要等待这个 C 浪5波全部完成，
才有下一次的一个机会。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，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。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、港股、数字货币、期货以及金油。那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C4 向上反弹的一个压力位在哪里？是现在最近几天的高开，它其实已经处在这个压力区里面了。这个压力区是位于228到255美元的这个区域。当然，后期它整体的一个回撤幅度，它可能会咱们要参考一下这个 C2 的一个走势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此处 C2 的反弹，它是有一个类似的一个三波形态。那这里的 C4 有可能最终完成，也会走出一个三波形态，只是下探二次探底的幅度比较深。通过这样的划分，我们就看到整体的走势可能会更协调一些啊。所以说近期还是要关注228到255这个区域，它是一个短线出逃的一个机会的所在。后期整体下行还是先看前期底部低点141附近啊，跌破这里的话，我们再看历史的此次调整的历史的一个低点136，如果连136都跌破了，那么只能往84附近再看。好，今天下午的第2个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